它就是紫金土。别看它现在是金光闪闪的赤红色，经过1300度烈焰淬炼后，便可幻化成曾惊艳世界的龙泉青瓷。一窑青瓷3把火，这第一把火就是釉料煅烧。想要得到那层又肥又厚，甚至能嫩出水的清脆釉色，就要先把这些倔强的天然釉料进行煅烧，去除多余的杂质，同时匀化成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釉层厚而不裂，釉色脆而不浊。接下来就交给这个只喝水不吃饭的水利打工人，把它们全部冲碎。虽然现在的它看起来有些笨重，但在2000年前，它却是神一般的存在。在古代，草木灰堪称万能材料。老话说无灰不成釉，从商周时期的偶然发现到大唐越窑的非它不可，不曾想这些植物焚灭的遗骸却能在窑火中重生为永恒的釉色，可谓青瓷釉色之魂。老窑工常说万瓷碎，一瓷成，碎瓷入釉，玉色凝。这看似多余的碎瓷片，它的作用可远不止废料回收那么简单。釉水里有了它，就如同混凝土里有了钢筋，加固釉层结构的同时，还能降低釉面开裂的风险。虽然800年前的南宋匠人们并不懂这些材料学理论，但他们知道，把烧败的残器碾碎，用作新釉的筋骨，就可以大大提升成品率。这种以瓷制瓷的独特技法也因此一直沿用至今。瓷器的诞生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但那个时候的瓷器并非真正的瓷器，而是介于陶和瓷之间的原始青瓷，胎骨粗粝，釉色青黄不均。直到2000年前的东汉时期，浙江上虞一带的工匠们建起龙窑，将窑温提高到1300度，成功烧制出世界上最早的真正瓷器青瓷，所以青瓷也被称为中国瓷器的鼻祖。青瓷之青的秘密就藏在这紫金土里。在还原焰的作用下，紫金土里的氧化铁会转化为氧化亚铁，所以才会出现那一抹摄人心魄的青色。相传南宋时期有张氏兄弟2人皆在龙泉烧瓷，哥哥张生一所烧称为哥窑，釉面开片如冰裂纹，是宋代5大名窑之一。弟弟张生2所烧称为帝窑，也称龙泉窑，釉色清脆无瑕，比宋徽宗梦里的雨过天青有过之无不及。二者各有千秋，被后世尊为龙泉青瓷祖师爷。哥窑之美在于化瑕疵为神奇，把一次偶然的釉面开裂变成哥窑最独特的工艺，而且使用时间越久，纹路越显深邃，仿佛把时光的流逝都凝固在那些裂纹里。而帝窑则刚好相反，把山的清脆和玉的质感融为一体，把完美无瑕演绎到登峰造极。葫芦实在太难拉了，要想点办法了。看懂吗？要是没看懂，你再来一遍呗。这回看懂了吧？懂了，懂了。 7个葫芦终于凑齐了。这个浑身是孔的大披萨，烧窑的时候可有大用处。
青色入词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自东汉青瓷出现，这抹青色就刻进了中国人的骨子里。唐代诗人说：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宋代皇帝说：雨过天青云坡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因为陆龟蒙的一句诗，千峰翠色这件外衣，青瓷传了1000多年。因为宋徽宗的一个梦，便责令工匠定要烧出那天青色，烧不出来就提头来见。青瓷的故事远不止于中国。宋元时期，它随庞大的商船队沿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据马可波罗记载，龙泉青瓷价等黄金，欧洲王室争相收藏。传说葡萄牙国王曾用2队卫兵换得一件龙泉青瓷瓶，每日摩挲观赏，只因青瓷之清能抚慰心灵。在欧洲，龙泉青瓷还有一个浪漫的名字——雪拉铜，因为龙泉青瓷的颜色与当时法国风靡一时的歌剧中男主角雪拉铜的一件青色衣裳颜色相近，于是这个浪漫的名字从此成为欧洲语言中青瓷的通称，一直沿用至今。这一抹青翠曾惊艳世界千百年，可世人只知龙泉青瓷那惊世之美，却不知这青瓷烧制风险极大，每窑成品率尚不足10%至1-2%，无数坯体在烈焰中流釉变形，甚至坍塌碎裂。所以每一件成功出窑的青瓷都不只是一件瓷器，它们是宋徽宗的梦、郑和的游轮、葡萄牙国王的玻璃心，以及无数匠人烧糊的青春。成就龙泉青瓷的第2把火就是素烧。如果把1300多的釉烧比作青瓷的加冕大典，那素烧便是无人喝彩的深夜排练。刚修好的生坯虽然有了形状，但强度极低，一碰即碎，沾水即化，直接上釉很容易软化变形。而经过素烧的泥坯不仅有了强健的筋骨，而且还能吃得下更多的釉水。对于釉层极厚的龙泉青瓷来说，素烧是必不可少的工艺。泥巴还是那坨泥巴，但经历了这一次脱胎换骨，距离后釉无瑕的完美效果就更近了一步。所以世人只知龙泉青瓷美在那千峰翠色的釉光，却少有人知那抹翠色之下是历经800度烈焰锻造的胎骨，是从凡胎到青玉的第1次涅槃。哇，素烧过的坯竟然是粉嘟嘟的，都有点舍不得上釉了。难怪师傅说素烧就是青瓷的成人礼，这一烧立马就从灰头土脸变成了亭亭玉立。龙泉青瓷最骄傲的标签就是那堪比千层蛋糕的厚釉，可厚釉虽美，殊不知这超过2毫米的釉层在烧窑过程中风险极大。一来在高温熔融状态下厚釉极易流淌，二来在冷却过程中厚釉收缩更大，稍有不慎就会产生不受控的裂纹，甚至釉面脱落，可谓行走在刀尖上的艺术。青瓷的青色是一种难以精确界定的颜色，它介于蓝与绿之间，变幻莫测。不同窑口烧出的青瓷色调各有不同，即便是同一窑口，甚至同一窑里烧出的青瓷，色调也是变化万千。龙泉青瓷最负盛名的釉色莫过于粉青和梅子青。粉青似江南烟雨，淡雅朦胧；梅子青似翡翠融化，清脆欲滴。一个柔得让人心软，
一个艳得让人挪不开眼。这两抹流淌自南宋的青色，曾让无数帝王倾倒，让文人墨客癫狂。据说明代收藏家曾出10亩良田，只为换一只梅子青荷叶罐，而乾隆皇帝则把宫廷里珍藏的几十件龙泉青瓷全部拿出来，挨个刻试一遍。你看，最美的征服从不用刀剑，一抹青釉便能让天下人臣服千年。为了它，人们在大漠孤烟中风餐露宿，在惊涛骇浪里九死一生。但能让全世界为之沦陷，或许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盛世容颜，更因为它让我们相信，即便是最平凡的泥土，经过淬炼，也一样能成就绝世的不凡。感觉要看见我太奶了。之前那几十道工序皆是潜心修炼，这最后一道烧窑才是羽化登仙的天劫。承载这场天劫的是依山而建的龙窑，因形似一条俯冲的巨龙而得名。它利用山坡的自然坡度而建，长度可达近100米。这就是大披萨的用处，它叫火罩，相当于每间窑室的温度计。烧窑的时候，就是根据火罩的釉层变化来判断窑内的温度和气氛。古人常说，一窑生，一窑死，一窑变化万千。正是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敬畏感，催生了古老的祭窑仪式。窑工们焚香叩拜，祈求窑神庇佑。青瓷之色，3分在土，7分在火，火不及则色不纯。而烧制龙窑绝非一日之功，它是一场长达几10个小时的火焰马拉松，是对体力和眼力的极致考验。龙泉青瓷的最终烧成温度在1280度到1310度之间，差10度釉层可能融不透，粗糙无光；过10度釉层可能浑身气泡，甚至流淌殆尽。而这温度的把控全凭把装师傅的眼力，通过观察火焰颜色和火罩的变化来判断火候是否到位。差不多了，它那个有点流动了，哎。稍有不慎，这一窑的瓷器就都成了废品。所以烧窑烧的不仅是瓷，更是人。那些温润如玉的青瓷承载的也不只是千峰翠色的皮囊，更是窑工们被火焰淬炼过的灵魂，被希望与绝望反复揉搓过的坚韧。开窑开的不是器物，是命，是泥土和匠人共同经历火劫之后的终审判决书。经过48小时的自然冷却，窑里依然热气扑面，每一个匣钵都像是一个被高温封印的命运盲盒，无限期待又无比恐惧。大多数时候，一窑瓷器里完美品几乎寥寥无几，有的变形，有的开裂，有的粘底，有的跳釉。即便没有大的毛病，颜色也是百怪千奇。但这就是龙窑瓷器的独特魅力，是在可控与不可控之间，自然力量赋予瓷器的意外惊喜。它们可能做不到价值连城，但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是烈火中的幸存者，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最好的诠释。几千年来，这静若处子的瓷器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曾掀起无数波澜，有人为它死，有人为它疯，
有人拿它炫富，有人靠它活命。从王公贵族的酒盏到寻常百姓的饭碗，它早已不是泥巴，而是中国人捧在手里的星空，是中华文明传承不息的火种。秋日宴，青瓷半盏曲声慢，举杯齐三愿。一愿万事顺遂，满面春风；二愿和和美美，喜气盈盈；三愿福禄常伴，家国常宁。